你见过皇帝亲自下田插秧的吗？眼前这个身穿黄袍，行走于乡野之间的，乃是当朝的皇帝。他为人谦和有礼，爱民如子，时常带领群臣深入民间，了解百姓们的疾苦，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，甚至还主动帮助村民们种田。因此，他深受全国百姓们的爱戴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国家天下太平，民生乐利，歌舞升平。没想到皇帝的善行感动了上苍，在皇后怀胎生子的当天，皇宫上空竟然出现了一条金龙。俗话说，1月见神龙，2月财运来。此时双鸡留下心想事成，未来都能够财源滚滚，好运连连。随后金龙钻进皇后寝宫，让其顺利产下一位皇子。皇帝认为此乃祥瑞，于是便给皇子取名为玉龙，并封为当朝太子。时间一晃过去了8年，太子玉龙在皇帝的教诲下，已经长成了一位文武兼备的少年。不仅如此，皇帝还让身边的武将赵将军的儿子赵宇陪伴在玉龙的身边，时刻保护着他的安全。然而虽有忠臣相伴，却也难防奸臣使坏。这天，皇帝带着太子外出狩猎，没想到叶丞相竟然将这个消息暗中传递给了敌国的大王，对方随即领兵100万杀入皇城。在叶丞相的里应外合之下，皇城很快就沦陷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正在狩猎的皇帝和太子也遭到了敌国的埋伏。虽说有赵将军在旁护驾，但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最终侍卫们为保护皇帝，一个接一个的倒下。皇帝自知大势已去，于是便命赵将军护送太子离开，随后便挥刀自尽了。紧接着，赵将军和儿子带着太子杀出了重围，最终他们通过了一座吊桥。为防止敌军追来，赵将军打算将吊桥斩断，没想到就在这时，皇后突然出现在桥的对面。赵将军见状，本想上前营救，不料却被敌军射穿双脚。而最终为了保护太子，皇后将传国玉玺扔给赵将军，随后亲手将吊桥斩断，紧接着便跳下了悬崖。看着父母纷纷死在自己眼前，太子悲痛不已，发誓将来定要报仇雪恨。